Hello， 大家好，在今天的 podcast 中，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愛自己。你可能會問，有誰不愛自己？這說起來簡單，做起來可不是那麼回事兒。在 podcast 的最後呢，我也會給大家3個小方法，幫助大家慢慢找回自己，慢慢愛自己更多一些。你可以到我的 Patreon 上去下載今天視頻的文本和詞彙列表，我把鏈接放在 description 當中。如果你想獲取更多的中級水平的聽力和閱讀材料，歡迎訂閱我的 Patreon。在今天視頻的最後，我們還是會一起回顧在今天視頻當中出現的一些重要詞彙和例句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堅持到最後哦。今天的 podcast 先從我的好朋友說起，他可能是我見過工作最拼命的人。上周末，他跟我吐槽說，這一年忙得不可思議，早上還沒睜眼，工作電話就打進來，中午靠便利店飯糰撐着，凌晨2、3點還在改文件，已經是家常便飯。他跟我說起國慶節的一個畫面，我聽了真的又好笑又心酸。他媽媽去上海看他，結果發現他工作到凌晨4點。他媽媽當場氣炸，破口大罵他領導，怎麼能這麼折騰人？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媽媽又在廚房忙着給他煮人參雞湯。講到這裡，我朋友自己還笑着說，其實我知道，我的領導也不容易。這一句聽得我突然很心酸。他能體諒領導和家人的辛苦，卻很少體諒自己的累。我問他，那你為什麼這麼拼命？他說，因為我只能靠自己，現在經濟也不好，我想趁年輕多攢一點錢，不想給家裡添麻煩。聽到這裡，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，很多人都很努力，但那不是出於愛自己，而是出於害怕。害怕落後，害怕沒有安全感，害怕讓父母擔心，害怕未來會出問題，害怕別人比自己優秀。所以我們告訴自己，更努力一點就好了，再堅持一下就可以了。別人都能做到，我不能鬆懈。但真正的愛自己，不是逼自己，而是允許自己停下來，問一句：我累了嗎？我需要休息嗎？其實愛自己這個詞聽上去很抽象，但它並不是去做 SPA、買東西、吃大餐，而是我會在下面提到的這些非常實際的小事。我今天想給大家3個簡單的方法，讓愛自己變得更具體，更容易做到。方法1，每天問自己一個問題：我現在最需要什麼？這個問題聽起來簡單，但90%的人從來沒有問過自己。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我的朋友，他的腦子裡只有我要把這個項目做完，我必須再堅持一下，明天還有別的事。可是他真正需要的其實是睡覺、休息，吃一頓熱的飯，被理解、被支持。如果你每天花1分鐘問自己，我現在最需要什麼？你會發現，有時候你需要的不是更努力，而是喝一杯水，躺10分鐘，拒絕一個不合理的要求。這就是愛自己的表現之一。方法2，設一個保護自己的界限。界限就是告訴別人
什麼對你來說太多了。比如晚上10點之後不回工作消息，週末不安排額外任務，累的時候不勉強社交，遇到不舒服的要求說一句我需要考慮一下。剛開始你一定覺得不習慣，你不需要突然拒絕所有，只需要從一件小事開始。因為一個連自己界限都沒有的人，怎麼可能真正愛自己呢？方法3，每天做一件只為自己的小事。這件事不需要偉大，也不需要花錢，比如聽一首你喜歡的歌，出門散5分鐘的步，做一頓真正想吃的飯，看10頁書，把手機放遠一點，讓自己安靜3分鐘。這些小行為會給你一種微小但非常重要的感覺，我值得被照顧，我在為自己花時間。當這種感覺累積起來，你的生活就會慢慢改變。說回我的朋友，我後來跟他說，你以為你是在努力，其實你是在透支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後笑得有點無奈。可能吧。我知道他不是不想愛自己，而是沒有人教過他怎麼愛自己。我們這一代人很多都是這樣，被教會努力，被教會體諒別人，卻沒有被教會照顧自己。但愛自己從來不需要等某個重要的時刻，你可以從今天開始，從你願意給自己的一點點溫柔開始。最後，如果你也像我的朋友一樣，忙到忘記照顧自己，不知道怎麼開始，也不要着急，你可以從今天說的3個小方法試試。1，問自己，我現在最需要什麼？2，給自己設一個界限。3，做一件只為自己的小事。你會發現，真正的改變不是轟轟烈烈的，而是從微小的事情開始。今天講這個話題呢，是因為我發現自己愛別人比要愛自己更多一些。那當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呢，我總是想別人開不開心，而不是想自己開不開心。在今天 podcast 當中呢，我分享的3個小方法，是我當時在學心理學課程的時候，一個老師告訴我們的。那我覺得呢是可以實踐的，所以在這裡分享給大家，同時也提醒我自己。好了，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在今天的視頻當中出現的一些重要詞彙。吐槽，把心裡不滿的事情說出來，通常帶有抱怨或調侃的語氣。我想吐槽一下今天的天氣，忽冷忽熱的。大家都在吐槽這部電影太無聊了。不可思議，形容事情非常奇怪或出乎意料，讓人難以相信。這次考試我居然得了滿分，真是不可思議。他一個人完成了所有工作，太不可思議了。家常便飯，比喻經常發生很普通的事情，就像家裡每天吃的普通飯菜一樣。加班對他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了。他出差坐飛機已經是家常便飯，不覺得有什麼特別。折騰，不斷忙來忙去，讓人感到麻煩或疲累，也可以指反覆做某件事，折磨自己或別人。
你昨晚又折騰到幾點才睡？這個項目改來改去，折騰了大家好幾天。鬆懈，放鬆下來，不再像之前那樣緊張、嚴格或努力，警惕性和注意力下降。不能因為取得一點成績就鬆懈下來。訓練時一旦鬆懈，就會影響表現。抽象，形容事物或概念不具體、不形象，比較難以直接理解或想象。這種畫風太抽象了，我完全看不懂。哲學課討論的內容太抽象，讓人頭疼。額外，超出原本的範圍、數量或計劃之外的。另外的，我們需要額外的人手來完成這個項目。如果你想加奶酪，需要額外付費。透支，花費超過自己擁有或者能承受的範圍，也指過度消耗體力或情緒。他長期熬夜工作，已經嚴重透支了身體。疫情期間，很多小店面臨資金透支的壓力。轟轟烈烈，聲勢大，氣勢強，非常熱烈，也形容一件事情進行得非常有激情，影響力很大。他們開始了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。年輕人總想做點轟轟烈烈的事情，證明自己。這就是今天視頻的所有內容了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視頻，請記得給我點讚，並且訂閱我的頻道。同時呢，也把它分享給其他有需要的朋友。非常感謝你的收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